如果你坚持禁食7天会发生什么？世界上最长时间不吃不喝的人是1981年爱尔兰一位叫做基兰多尔蒂的男子，他整整禁食了73天，最后把自己活活饿死了。当然，基兰的案例太偏激，现在有很多人也会采取禁食的措施来减肥，这样真的有效吗？所以今天老黑就让大家代入式参与一下禁食7天的实验。当然，水是可以喝的，全程高能，切勿眨眼。当你第一天禁食，为了能让自己撑的时间久一点，你提前1天大吃特吃，所以第一天你并不会有太大的不适，但是你能感觉到身体能量在消耗，食物在肠胃被消化，到了平时该吃饭的点儿，肚子依然会饿，但是喝点水马上就好了。当你第2天禁食，早上起床，你按照平时的生物钟上了个厕所，这时你能感觉到恶意汹涌而来，你的肚子也一直在叫，你的胃部依然在分泌胃酸并做收缩运动。与此同时，你开始变得焦躁不安，注意力也无法集中，这是因为禁食导致身体不摄入热量，没有足够的糖分提供给大脑，你的大脑为了正常运转触发了你身体的应激激素，让你的情绪无法控制，这是你最难熬的一天。当你禁食第3天，熬过第2天之后，你发现身体的饥饿感变轻了，但是整个人越来越没精力，而且你发现这几天都没有上厕所，这是因为在没禁食的情况下，你的身体为了维持生命活动自己做出了调整，身体的新陈代谢减少，消耗的热量减少了。这个时候你称下体重会发现自己瘦了好几斤，然而变化可不止这些。如果你连续7天禁食会怎么样？当你禁食的第4天，你会发现自己突然变得精力充沛，头脑十分清醒，思考问题也比平时更快。这并不是什么回光返照，而是你身体的内分泌出现了一些变化。当你的身体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，你的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物质，这种物质会在人应激的情况下产生，皮质醇分泌升高，身体就会亢奋，因此会觉得精力旺盛。但你可别高兴得太早，这种精力充沛的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。当你禁食第5天，如果你称下体重，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瘦了10几斤甚至更多，这是因为你身体里储存的脂肪已经被消耗殆尽了，还好过去吃得多，储存的脂肪多，不然你有可能撑不到第5天。但与此同时，如果你照镜子，就会发现自己好像老了好几岁，皮肤又皱又暗沉，这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多余的营养元素可以提供给皮肤了。当你禁食第6天，如果你还能坚持到第6天的话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除了头脑清醒，其他的活动都无法进行，动一下就头晕的要昏倒，你能感觉到心脏跳动的也越来越快，好像下一秒就要猝死，但是你还是坚持到了禁食的第7天，你的免疫系统已经变得极度脆弱，任何一个小病毒都能够让你一命呜呼。到了实验结束，你可以吃东西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毫无食欲，这是你过度禁食之后出现的不良反应，你的肠道吸收功能受损，现在不能马上吃东西，突然摄入大量能量会给身体造成负担，所以只能吃一些流食或者营养液来慢慢的恢复身体。当然以上只是老黑的假设，大家千万别尝试。那么有没有正确的禁食方法呢？禁食减肥的正确方法你知道吗？16:8轻断食法，一天中你只能在8小时吃完1日3餐的量，然后在接下来的16个小时里禁食，当然水是可以喝的，除了白开水以外，你还可以喝柠檬水或者喝咖啡，因为8小时的禁食时间缩短了禁食的时间间隔，能量的摄入量也会因此变少，而能量消耗和新陈代谢的时间变长了，所以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。但要注意，第一次使用这种方法一定要先在1周里选3、4天试试，看看自己的身体情况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坚持，如果有任何不适就要赶快停止。5:2轻断食法跟16:8不一样，5:2说的是1周内有5天是正常进食，然后选择不连续的2天限制进食，不需要做到完全禁食，只需要减少能量摄入就可以了，摄入的热量控制在500到600大卡就行。24小时禁食法，这种方法你需要在1周的1天或者2天内完全禁食24小时，这种方法比前2种都更伤身体，并不适合上班上学的人，因为完全禁食状态会损害肠胃和其他器官功能，不推荐大家使用这种。隔1天断食法，这种方法的做法就是你1天正常饮食，然后第2天不吃任何固体食物，可以喝水等任何不含卡路里的饮料，必须在断食那天将热量控制在500卡路里，这样循环着来，这样做也是给身体更多的时间来消耗热量，慢慢的食量也会减少。当然以上的所有断食方法都建议在有专业人士指导的情况下进行，最好不要盲目尝试。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，欢迎评论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